好，我们来看下赛800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啊。QJ 的赛系列外形上，我觉得其实都没什么问题，典型的跑车风范嘛。从赛800开始到后面的921啊，今年出的550S，QJ 的精致感上其实还有所提升的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赛800整个的体量感啊、壮硕感啊是比较大的，毕竟800的排量嘛。从正面来看的话啊，你看一下这个宽度啊，中心汇拢的这种线条设计是吧？有一种凶悍的感觉。哎，这边还预留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接口啊，转到这边大灯，你看一下，哎，炯炯有神，有一种作息规律的那种健康感，对吧？这边还有冲压进气啊，两个进气口，大家看一下。当然，这个车上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坚持啊，比如说这个转向灯，你看万年不变啊，你知道吗？新出的那个550S 里面的灯珠排列变了，这个是单排，它变成了双排，但就是不舍得把这个换掉，你能不能理解啊？你看这里风刀它都没有用那个水转印假的碳纤维了，用了一个黑色的这种塑料件啊，即便是塑料件，我觉得整个观感上也要比那个强不少，对吧？可见你也是听消费者的声音的嘛，对吧？但是你有的听，有的不听，哎，如听你搞不懂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结合它的细节配置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反光镜这里啊，支持手动档位调节，由马祖提提供的41尺寸的倒立减震，这是全段可调。而且我觉得 QJ 现在对于马祖提减震的调教，其实得心应手啊。这个车出厂设置，我觉得都挺均衡的啊。Brembo 的 M4.32 对刺的卡钳，搭一个320盘幅的浮动盘双碟，配置其实挺顶的啊 ，TCS 啊 ABS 都是有的。转到这边，咱们看一下车架啊，双翼梁的一个结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车整个开起来以后的感觉要比 CBR 650R 还要灵活一点点。有没有开过的，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。而且我觉得这个车身如果重量能够再降低一点，整个灵活性上还能再上一个台阶啊。发动机的部分啊，咱们看一下参数，我们打在旁边啊，100匹。往上大声可以做出3.5秒左右的一个0-100成绩，那其实还是很猛的，对吧？直列4缸平面曲轴，优缺点非常明显啊。整个状态的话，我们开起来再聊。我只能说这个致敬款啊，学得很彻底啊，优缺点全部都拿过来了，对吧？这边看一下后置的中央减震，手动可以调节预载，那边螺丝的话可以调节阻尼啊。然后排气管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还做了一个裸露的设计啊，转到这里，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啊。只不过这个尾排很突兀，我觉得这个部分设计是有点失败的。你看，像插了一个胃镜一样，直接捅进去啊，转折的很突兀，而且有点小。你看搭整个车的话，我觉得体量感是差点意思的，而且这个外形上还特别接近某品牌，是吧？这有点尴尬。转到后面看一下啊，单碟，然后 Brembo 的一个双活塞，然后轮胎尺寸啊，马吉斯的前120后180啊，180的一个胎宽，体量感视觉上是没有毛病的啊。这个胎日常开起来其实也 OK 了，只不过你要享受的话，要猛起来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一套大闪电，是吧？感觉会很棒的。好，转到这边看一下尾部的造型啊，这也有一个流水的灯珠的效果啊，然后这边也做了一个空气动力学的这种所谓的风洞一样的，是吧？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视觉呈现上也是 OK 的。然后这边看一下这个坐垫啊。驾驶位的这种海绵填充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然后这个缝线还做了一个红色的处理啊，强了一点那种运动风格啊。防滑程度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和油箱的夹角也不至于鸡飞蛋打，对吧？然后后座的话那就不谈了，这个是有等于没有，是吧？非常的尴尬哈。然后转到这边，我们也来看一下，对吧？这个后摆臂啊，其实肌肉感呀、力量感，我觉得都是有的。然后挡杆这里啊，这个管子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螺丝，因此它可以调节一个长短，然后实现这个角度高低的一个变化，可以比较精细的调整一下你挂档的时候这种感觉，是吧？这个小心思其实也还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赛800这个车你看起来啊，我觉得这种大气的感觉都是有的，是不是？整个风范跑车的那种感觉都是有的，只不过在一些细节处，高阶感的一种营造，我觉得还是要加强一些，您觉得呢？好，那么外观还有配置咱们就聊到这里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赛800的第一视角。你从这个角度看下去，这个车的体量感、壮硕感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啊。但是5万块钱啊，这种精致感或者高级感营造上差点意思啊。首先，比如说这个上3星的连板，铝合金的材质，哎，看着是不错的，但你从这个角度看下来，是不是有点娇小了？特别是对比921那个哈，这个我觉得就稍微差点意思啊。然后分离式的手把，搭一个自己的通用模具啊，这套模具啊，你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大小阻尼、回弹，包括手感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啊。只不过250啊、400啊、500啊、600啊、800啊都用一套的话，这个怎么彰显它的身份啊？是不是？国产第一台100匹3秒俱乐部，大排量仿赛啊，那是不是换一套新的会更好一点，对吧？独特性其实要通过这些细节来营造嘛啊。
滑动离合，手感挺轻的，然后角度是可以调整的。转到这边看一下双拉线的油门啊 ，Brembo 的直推啊，这个角度也是可以调整的啊。这一部分的话，我们开起来再聊。原厂带一个架手机支架的球头的螺丝啊，我觉得原厂带这些小配件的话，其实省掉了不少麻烦啊。这边也是 USB 和 Type C 的插口，方便我们日常使用啊。转到这边看一下油箱，油箱16升，造型我觉得挺 OK 的，加持油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包括你腿再长一点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这个漆水大家看一下，我之前拍的是那个红色版本的，比较高亮的，我觉得就挺不错。这个白色的，这个车现在是1万多公里啊，其实细密程度也还 OK 了，只不过这个黑色的部分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划痕就比较明显了。其实买回来应该贴一下的，你包括衣服呀、背包啊，在这些留下痕迹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啊。你在卖二手车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看起来观感上就差点意思，包括这一道估计是钥匙划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转到这个上面看一下这块仪表啊，仪表当然也是它的通用模具了啊，5寸的这个 TFT 的仪表，我对这个仪表其实整体评价还是挺好的，不管从 UI 的设计啊，还有整个车机的逻辑方面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啊。你看显示信息也比较全啊，这个仪表的话就是外面这种感觉啊，就是在强光下显示的话，有一个角度看起来会比较模糊的啊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。那您觉得呢？啊，这边还做一些造型的处理啊，所以整个第一视角看下去啊，中规中矩，然后那种高级感啊，差点意思啊。本来嘛，如果你卖个3、4万，那就不说，但是你卖5万多的话，那高级感是不是应该多少突出一点，对吧？你看这里稍显还空了一些啊。好，那么其实视角咱们就展示到这里啊。好，我们来录一下赛800的动态体验视频啊，打火给大家听个声音。声浪怎么样？哇，这个到了5、6千转，这个手把和反光镜都开始震了。哦，座椅底下也是。那我们开起来聊啊。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车的动力水平啊，那真的嘎嘎猛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一档就可以破100，100匹3.5秒左右的一个0-100成绩，还真的是啊，不是浪得虚名啊。但是在这种公路上或者讲开放道路上，我不是很享受拉起来转速加速的这个过程啊。原因就是这个发动机运行啊，你起来以后确实比较震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就4缸机声音啊，确实比较大。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声音状态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身体会在4、5千、5、6千转的时候发出指令，让我来换挡来抵消一下。但是聊回到动力本身，那确实比较猛啊！你日常骑行的话，没有任何抱怨的地方，甚至讲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溢出的状态啊！而且它前中段就比较猛，然后转速上升的过程也是比较快的。对比赛6的话，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，那这个要强不少。然后我们也来试一下这个车子的低扭啊，这低扭比我想象当中啊还要好一些啊。